好羞耻啊！信用分数大公开。你知道吗？美国的多项研究发现，信用评分不仅影响你买车、买房、贷款，还可能跟你的寿命长短有关。信用分数低，通常意味着更高的生存压力、更高的首付、更贵的利息，还有更低的贷款通过率。Hello， 我是财喵，在纽约，关注我，陪你搞懂美国理财生活，省心省钱，少走弯路。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拆解，到底什么决定了你的信用分数？总共5大因素，权重各不相同。我们今天一个一个讲，但你要记住，最后一个才是重中之重，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好，我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信用分数，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我一会儿投在屏幕上，817。你会看到这个界面上会有5个因素，各自相当于一个健康报告。如果某一个方面不佳，可能会是黄色或者红色，你的信用分数也很可能低于800分。信用分数其实在750分以上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了，650分以下可能会比较危险，影响你的借贷。我这边也是通过我7年的努力，现在是一个全员绿色的状态。那信用分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举个例子来看看房贷的差距，你就知道了。假设你要贷款20万美元，30年期的房贷，如果你的信用分数在760分以上，分给你的利率大约会在2.5%左右，那每月月供791美元，30年下来总利息大约是85000美元。但如果你的信用分数只有620到640，利率会上升到比如4.1%，月供变成966美元，总利息高达148000美元，整整差了6万多美元。就因为信用分数不同，所以说信用分数不是小事，它直接影响你未来几十年的钱包。那下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说影响信用分数的5大因素。首先 increase 我们理解成是应查询频率，它在你的信用占比中占比10%，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有没有试过刚找你爸妈借完钱，转头又找哥哥姐姐借钱，然后又找朋友借，大家就会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出事儿了？那同样的，应查询频率指的是你最近申请信用卡贷款等的频率，太频繁的话就会被这些信用机构理解成你可能缺钱缺得慌，把你划为高风险人群。那我这边给到的建议是，1年最多申请2次新信用卡或贷款就够了。有些银行，如果你1年内申请的次数过多，可能看都不看就会直接拒批。比如大通银行，如果你在过去的24个月内申请过5张信用卡，那任何新的申请就会被直接拒批。然后呢，如果你在买房或者有事情需要申请贷款，需要多次和银行做这个信用查询，那最好是在45天内集中申请，那系统只会算作1次查询，这样你就可以避免你的频率越变越高。不过总体而言，应查询对于信用分数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且负面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解除，所以只要你规划好你的借贷频次，很容易拿到满分。那第2大因素来了，就是 total accounts， 我这里意义为信用类型多样性，占比也是10%。想象一下哈，如果一个人他又会讲中文，又会英文，又会法语，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厉害？那信用评分也是一样，种类多不一定必须，但能够给你加分不少。它指的是你有没有使用过不同类型的信用工具，比如信用卡、车贷、学生贷款、房贷等等。但特别要注意的是，没有必要为了加这个信用分数特意去贷款，只要你在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有不同类型的信用产品，系统就会给你正面的评价。银行喜欢看到的是你能够同时处理多种债务类型，并且都用得很得当，这样就够了。下面说的是第3大因素 length of credit， 也就是你的信用年龄，占比15%。这是我最拖后腿的一个因素哈，因为我是研究生阶段才来的美国，所以办信用卡办得晚，信用年龄也是这2年才进入这个优良的绿色状态。信用年龄相当于你谈恋爱，你谈得越久，越来越稳定了，就说明你这个人越靠谱，越值得信任。具体的计算方法呢，就是你所有的信用账户的平均使用时间越长越好。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开了很多新账户，平均年龄就会被拉低。一些实用的建议呢，就是一直保留你最老的一张卡，尤其是那种无年费的，来增高你的信用卡平均时长。然后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关卡，特别是那些你已经用了很久的卡，如果你一旦账户关闭，那它就不会再助力于你的这个信用年龄分数了。第4，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你的信用使用率 utilization， 占比30%。
这是什么意思呢？信用使用率就是你用掉的额度除以你的总额度之后形成的百分比。比如你有1万的总额度，用了3000，那就是30%。它的目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每个月对于债务的依赖很高。如果你每个月给你的额度你都要全部花光，那很有可能你的财务状况本身就不是特别好。那我这边一套黄金法则就是把使用率控制在30%以下。如果你想把信用分拉到满，那最好就是控制在10%以下。注意，这不光是总额度，也要看每一张卡的使用比例。比如你有好几张卡，然后把花销全部放在一张卡上以此来降低你的这个使用率，这样也是不行的。从操作上来看，每个月多还几次，甚至是提前还款，保持低的实时余额，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来降低你的分子。然后就是你可以定期的申请提高你的信用额度，来拉高你的分母。但千万别因为信用额度提高了就开始刷更多，还是要理性消费，不要一不小心又把你的使用率给窜上去了。那最后最重要的一项来了 ，miss payment 还款历史占比35%。这些信用机构的系统会看你有没有按时还款，包括信用卡、贷款、房贷等，哪怕只有1次逾期，你的信用分数都有可能直接掉一大截，非常严格哈。实用的改进方法就是：第一，至少把每张卡的最低还款额设置成自动扣款，这样的话你就永远都不会逾期。第二是，如果真的晚了，越早还越好，越晚的话你的这个分数会掉的越多。贷款机构主要想看到的就是你长期以来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还款人。为什么信用评分体系是这样设计呢？其实银行并不是真心关心你的人品好不好，他们只是想2个字：赚钱。他们主要靠2件事情赚钱：利息费用和其他各种费用，比如年费逾期罚款、转账手续费等等。他们怕的就是你不还钱，如果你1分钱也不还，那他们也就无钱可赚。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批干货，几个特别实用的提升信用分的小技巧。第一，就是成为高信用的长辈或者家人的信用卡授权用户，那你就可以和他共享信用历史，一下子把你拉高一个档次。第二，如果你刚开始建立信用，可以申请担保类的信用卡，这些信用卡是专门帮你提升信用记录而设计的，可能比普通卡要来得更快一些。第三，优先还那些使用率高的卡，主打就是一个保持低的实时余额，保持低的总使用率，这样一来你的信用分数不升都很难。最后想说的是，信用评分不是你有没有钱的证明，而是你是否拥有长期稳定负责任的管理钱的能力。它不是富人的游戏，而是每一个人都能靠习惯来稳步上升的跑道。好了，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如果这个视频能让你对信用分有一点点掌控感，那就支持一下我，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再见。